小娘子终于想通，肯嫁给我了。竟敢耍我！猫妖已出，进来吧。如今猫妖已被收服，今后谢府便可得以安宁，谢小姐也不必担惊受怕了。现在你总该相信凌霄派的威名了吧？之前是我一时心急，说了些重话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各位天师莫往心里去。今天我终于见识到了凌霄派天师个个有勇有谋，果真是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啊！这是哪家的胭脂啊？这么难擦。看你涂小红嘴唇的样子，也挺可爱的嘛。我看美色不输陶姐姐，简直是仙女下凡呢。干嘛这么着急换回去啊？我还想让云墨好好看看呢。这不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？还不是因为你想保护你的师妹，说猫妖的妖力深厚，怕伤到她。喂，要不是为你散尽了修为，这等小猫小狗算什么？好了，你之前也没少折磨我呀，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当时可是没少折磨我的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我要把你今天的经历全都记录到红尘录里面。捉妖天师唐周，虎落平阳被猫欺，如何？挺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让你重温一下往昔你做主角时的戏码。你这小人，怎么又把我关进葫芦里了？让你嘲笑我，那你怎么也跟着进来了？我就算虎落平阳，也不会放你离开的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给我打开！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也在这葫芦里，打不开啊。真是个小人。这葫芦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之前来葫芦里这么多次，从没有见过这番景象。不对，你的修为不是已经没有了吗？这是我的法器，自然听我的话。原来这些时日一直在屋子里闭门不出，是在修炼啊。怎么样，我教你的天界法诀还好用吧？看到你现在重新振作的样子，这才是我一开始认识的唐天师吗？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瞬息。偶尔
份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雨吹向你，心字犹如潮汐，频频问尽，情之所寄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融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语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迁徙。泪在沉香燃尽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放肆与大梦不息。就往浮云皱着细细。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，似乎出不去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若是我们一直出不去的话，又如何找神器？又如何修复你胸口上的伤痕呢？这些都不重要了。燕丹，别忘了，他是应渊帝君，不是唐周。他只是在罹难，早晚都要回九重天的。于墨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我们还好落在了于墨的房间里，要是落在哪个姑娘的浴桶里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你这个伤是遇寒又裂开了吗？伤势无妨，只是你们两个怎么跑到这葫芦当中了？还不是唐周这个小人。我好心好意的帮他抓猫妖，谁知道这个人卸磨杀驴，把我关到这个玉葫芦里，关了一整天。胡说八道嘛！你在里边玩的不也挺开心的吗？况且是你嘲笑我在先，怎么就恶人先告状了？那是因为你把我囚禁在里面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逆来顺受。我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啊。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呗。嘴上逞强，心里肯定还是放不下。我太了解你了。明日秦启他们就要回去了，你当真不跟他们一起回去吗？
我本以为离开是最好的选择，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以前也不懂，那种心里只有大义和责任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可我现在明白了，原来不顾一切放下责任，会伤及到那么多的人。大师兄和师妹已经和解，凌霄派会慢慢的好起来的。那你呢？你的师门上下都等着你回归呢。我既然已经选择离开，就不会再回头了。你骗不了我的，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挂念着你的师门。你之前是因为救我，也是因为被掌门蒙蔽，才负气离开。可凌霄派的初衷是很好的，惩恶扬善，积浊扬清，这不是你一直心之所向吗？别发愁了，这杯如意酒给你，喝了这杯酒，你便可以知道自己内心想的是什么了。我不希望你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后悔。若你心系师门，就应当回去。与君别后，迎上我下转月球，山海无路万行舟，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几根微酒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。我已经原谅你了，影月。天上人间，颜淡的心结由应渊而起，现在又由唐周而化，自始至终都与我无关。凡人成亲，喜爱穿戴凤冠霞帔，而魔族却向来以黑为尊，更显庄重。这美景近乎水月，即便是在九重天，我也从未见过这般景象。再好的良辰美景，也不及眼前之人。魔族的覆灭与我息息相关。你真的想好了，要娶我为妻？过往如烟散，怜取眼前人。从今以后，我只是陶子期的夫君。无论魔族还是邪神，都与我毫无半点瓜葛，唯有与爱人相伴一生，才是我一生所愿。今日只有你我二人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成亲之礼过于简陋？虽没有亲朋祝贺，有你在我身边，足矣。我们曾经都想看到三界太平，而如今生死沉浮已定，六合安稳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一同云游四海，一起见证这太平盛世之下的大好河山。天地可见，星月为证。从此，柳维阳与陶子期结为夫妻，相伴终老，永世不离。春夏秋冬，斗转星移，愿君相守，执手与共，
相伴白头。颜淡，如果时光能够永远在这刻停留，该有多好！有你的时光，朝朝暮暮都是好时光。颜淡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其实早在镜湖水月，我就做出了选择。在我眼里、心里，只有你一人。唐舟，你醒了。秦几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，准备回凌霄派了。颜姑娘，多谢你这几日的盛情款待，可我们凌霄派弟子绝不是白吃白喝之辈。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当时在山上的时候，你也照顾过我呀。拿着吧。唐师兄，你当真想好不与我们一同回去吗？凌霄派有你们的大师兄在，我已经足够放心了。如今我已经有更重要的事情了，也有了想守护的人。我们众弟子支持你的决定。我买了点点心给你们，你们在路上好好吃。来，谢谢。路上注意安全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去看你们。带着唐舟一起。好的。到时候我一定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们。嗯。告辞。小乌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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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站住！我生气了。其实，你不用在乎那么多的，知道吗？你可以不在乎，但是我不能不在乎。你们狐族之前可是仙族，再加上你可是狐族的公主，我必须得拿出10分的诚意，这样你爹爹才能安心把你交给我。早知道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这么喜欢的人，我就每日精修功法，精湛学术，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妖，这样我才配得上你。
小乌龟，就算你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一辈子跟定你了。是何人，竟敢私闯妖族禁地？可以了。7日之内不能沾水，否则伤口会感染。还有啊，要注意忌口，什么辛辣、海鲜、生冷的食物都不能吃，明白吗？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学得如此破马？小人。昨日喝完了如意酒，你可想明白你内心所想了吗？不跟他们回凌霄派，真的是你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吗？上次离开，我心中很是愤怒，但是这一次，我是真的放下了。之前在镜湖水月，我已经说过，以前我肩负着师门的责任，可现在我却为自己而活。我不愿留下遗憾。燕丹，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最想守护的人就在眼前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恢复了记忆，那你便应该知道，我之前说的那番话都是真的。你我之间绝没有半点可能。待我帮你寻回4大神器，你回归天界，重新做帝君之时，我们的情分便是缘尽了。燕丹，昨夜的如意酒十分有效，你教我酿酒可好？如意酒的材料十分罕见，已经没有了。既然原料珍贵难觅，那就算了吧。你孤身在寒夜中采集花露，难道只是为了让唐周睡个好觉？于墨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刚刚找你找了好久。我闲来无事，便出去走走。什么？我给你配制的药，
可以治你身上的疤痕。其实这个药的配方我前段时日已经得到了，只是其中有一味月光非常难采集。月光？对啊，这副药是由风花雪月特配而成的，前3种我都已经采集了，唯独这最后一味月光。月光需要新月、满月、上弦、下弦4种整夜的月光才能配制成功。那你去明须山，就是为了采月光的吗？是啊，正好那夜是下弦月，就是我收集的最后一道月光。我之前在野兰山的时候，曾经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帮你把身上的伤疤治好。我当然要言而有信了。如今有了这个药，你身上的伤不会再反复了。你真心待我，我却那般想你。燕丹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不要再说感谢我的话。我以前忘记前尘的时候，灵力又低微，多亏了你在护佑我。而如今，我已经恢复记忆了，并且灵力大增。以后你这条小黑鱼啊，就靠我这靠山吧。好。禀告山主，百灵，怎么了？紫离山主和琳琅失踪了。什么？唐公子，冒昧打扰，想与你做一桩生意。无影寿传信要我明日携带神器前往凤泉谷，神器上交之后才能放人，否则琳琅和紫林会有性命之忧，而且整个山境也会遭受灭顶之灾。玉墨正是东海龙宫中的那只无影兽。自我们寻找神器开始，你因为忘记前尘，所以不懂得仙法，很少使用3大神器。有谁知道神器是在你身上的？又有谁以紫菱还有琳琅作为要挟呢？会不会是神霄公主？不可能。昔日创世之战，她便连同龙王里应外合，屠杀我九岐一族。之后仙魔之战，又杀我师父。我与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定能认他。北冥仙君不是战死的，这个人是谁？此人再次现世，为什么这一次却是冲着你来的？我第一次下山捉妖之时，被人追杀，所入法阵损了仙衣，而如今他既然知道我还活着，定会再次动手。此人在九岐灭族之时便已开始计划，足见其深谋远虑。经过数万年，又无人知晓，足见其如此细致。现如今，他要知道唐州下凡罹难的一切消息，又能轻而易举地将他的仙衣破损。如此推断，他定是仙上非常尊贵的仙鬼。如今他知道我尚存于世，却没有直接杀入山境，那是因为他知道野兰山正是妖族的聚集之地，若是生战的话，那必定会惊动天界，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你更不能将神器交出去，不然当年那些惨死的人更是枉死了，野兰山也会有危险。一旦你身死的话，三界必定会大乱。你们这说的也太邪乎了！这位唐州唐公子是什么大罗金仙转世啊？怎么感觉我们山境要大祸临头了？对了，燕丹，你曾经说过我是天上的帝君，我以为你在骗我，难道这是真的？我们不然去问问陆明吧。不可，此人若知唐州还没有离世，定会调查是谁破坏了他的计划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问陆明，定会将他陷入为难之中。那我立刻调进山境众妖，哪怕那人是大罗金仙，只要我们妖界万妖齐心，总能把人救下来。你想的实在是太天真了。
此人的妖力一定非常非常的强盛。如果此刻你集结大家，跟送死有什么分别？严旦说的没错，可是，如若唐州的仙力还在，再加上我的9旗之力，我们2个说不定可以赢他。现如今，他的裂痕之症已经灼伤他的肉体，若再使用仙力的话，恐会性命不保啊。我有一个。山主，紫妍，山主，你别着急啊，山主会把琳琅救回来的。紫妍，山主，我能找到我姐姐。狐族嗅觉闻名3界，对狐族人而言，每个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，哪怕远隔千里，也可以寻其气息，辨其方位。我姐姐就在风泉谷中，山主哥哥、严旦姐姐，你们带上我吧。我记得你以前没有喝酒的癖好。这是以前你的癖好，只不过你不记得了。月破之日，天地两冲，有流星美景，却是不期之祥。对于天上的仙官来说，流星不过是应卯的差事；而对于像你这样修行的人来说，则是占卜凶吉的方式。还是普通的凡人好啊，他们对着流星许愿，并且认为一定可以实现。别动。许愿谁不会啊？是啊，许愿揪我的睫毛，这合理吗？不行，我要揪你一个。哎。这小人，严旦，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3界太平，终生喜乐呗。我希望你能像从前一样快乐，然后你喜欢我。翠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你来到凡间，不过是来历练的。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。看到了吗？流星汇集的云彩处，才是你最终的家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神仙是不得有情的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若是我不愿意回去呢？如果我们计划落空，明日我将神器交出去，就再也无法归位了。肯定要你会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
若是我死了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燕丹，虽然你一直不肯告诉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看流星吗？900年前，我曾经也跟一个人看过流星。刚开始我很讨厌他，可是后来，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他。这个人救过我，也伤过我的心。但他跟我说，他肩负着众生，他的心里不能有任何的牵挂。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可是我现在明白了。无论是人、妖，或者是神仙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责任。所以唐周，你不能留在这里。可是燕丹，那个人不是我。你跟他一样，你们肩负着一样的责任，你们不得不去承担。我不想等你以后回忆起所有，你会后悔和不甘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一定会让你顺利归位。可是燕丹，我跟那个人不一样，我不是他。